那我们就飞一下吧。好，就起飞一下啊。好。我们现在调的运动加模式可以看得到这个悬架啊， OK 自主的降低。好，那我们就坐稳啊。好，好，坐稳啊。速了。哎呦，哦呦，我操！真的有点刺激。你让他最中间人都飞出去的，他应该要飞出去的，我也觉得。好爽的呢。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离线玩家 online 频道。现在我们解锁了一个全新的场景啊，我们今天要去试驾小米的新一代苏7。主要是你想试驾是吧？主要是他们想试驾，好吧？明明是你，好不好？他们，因为我也没开过什么车嘛，主要让他们俩体验，当然我也会开一下。主要是你想开一下，顺便给我们体验一下。哎，对，这才是真正的想法。到了不要说了，好吧？到了。那我们进去吧。OK 呀，这个就是新的这个红色呀，看一下啊，这个红色，帅的嘞。帅的吗？我觉得这个红色还可以。这个是电池绿啊，这个绿色绿的好深啊，带大家看一圈。就绿色啊，好亮啊！你觉得这个蓝色怎么样？感觉像小时候买那种遥控汽车呀，非常好玩，感觉应该遥控器把玩一下。个人言论，我不同意。外形其实跟上一代没什么很大的变化了，主要是这个颜色的区别。哎，这个轮毂呢？我觉得这个轮毂还可以吧？你做的蛮快啊你！兄弟们点个赞啊！点赞破200万我就买。我刚刚试了一下，它是这里，它上一代是完全压不了的，但是这里它是可以。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可以掰动的啊，对。但是它机械它是怎么样可以把它提起来呢？拿机械的按照这里推这里抬就可以。哦，现在可以抬出来的，它因为它比较紧。哦，它要完全抵住才行是吧？抵住好了。哦，就是你调到一个你的舒适坐姿吧。你185，我坐你的后座看一下。差不多吧，7788这个位置吧。你185，哎呦，我只能说这个后排我有点。你能伸直？大家看一下啊。我腿可以伸直，但是我要塞到你的那个座位底下去了，一拳多这么多吧，2、3指的样子。你还往下呀？你还往下，我脚伸不进去了。那大家就看一下吧，这个前面已经没什么空间了。朋友们忽略一下我这个痘啊，我也不知道怎么长的。现在我坐在新一代苏7的这个后排啊，我174，大家看一下这个上面，我一拳都塞不进了，我已经快顶到上面了。我人就是正常的坐直的。哎呀，我的妈呀，这个顶部空间确实。感觉有点太小了。你搁这干嘛呢？睡一会儿觉。这后面要坐人呢。这个零重力座椅非常舒服呀。很多车都有啊。一会儿让那个太极上那个车顶坐一会儿。你怎么不让他说坐前备箱？也可以，也不是不可以。这是太极啊，他是178的身高啊，我174，刚刚前面，真的就是刚刚好一拳，朋友们。然后脚如果不塞到前面座椅下面的话，基本上就没空间了。这个空间表现我感觉就跟上一代没有很大区别了。然后这个头顶的话，2指啊。会不会是因为你太高了呀？肯定是因为我太高了。我坐前面好吧，我是这几个人里面最矮的，我174，来吧。我觉得两侧包裹感让我感觉有点不太舒服，可能是我没坐习惯这种坐。可能是你不够胖。我感觉樱木坐在这个主驾驶的时候，这整个前面都是腿，就感觉眼花缭乱都是腿。你要往前调这么多，腿这么短是吧？我看看后面太极空间怎么样，这就舒服很多了。对，就前面那个人矮一点还好一些。确实像你说的。这两边它是有那个支撑的，我比较重啊，我180。你觉得支撑的舒服吗？我不觉得不舒服，你也不舒服。我感觉旁边有东西顶着我。哎，那你腿托呢？你撑到了吗？这里我没有，完全空的呀，这里。这就是大师坐在前面，然后我坐在后面很正的情况。你头已经顶到了呀，就开始撞了。185，朋友们。但我稍微躺一点坐的话，其实还可以，还稍微有一点，有着3、4指的宽度吧，前面有着3、4指的宽度。好，反正你坐正就没了。也不能坐正了。好嘞，我们先来试一下标准版。第一个幸运观众就是这个大胃王。我们上次是不是闻到这个味道还比较香？是不是？对的。对，然后我们这个车的话是装载了一个这个香氛机啊，在下面，然后它有3种味道的。来吧，你就是第一位受害者。哎，不一定啊，这万一是这个享受者呢？现在前面坐的是思康啊，后面那个位置，也只能说还可以吧。咱们都还比较高。我们现在是使用的是一个舒适模式。舒适模式就是它那个避震会调得比较软，是吧？对。然后我可以在驾驶偏好啊，这里有一个6边形的图，然后可以看到它每一个模式的侧重。比如说，如果调到运动模式的话，你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6边形的图案明显。动力性啊，它这个就是拉到最高了。哎，标准版是没有那个运动夹的吗？只有 Max 才有。对。哦。对。然后我们全车呢是有11个摄像头，然后以及
及雷达的。小米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云助手这一块呢，有一个我们叫做随开随问的一个功能比如说去到一些新的地方，我们想问一下它这个周边的一些景点，我们可以直接向它发问。小爱同学，副驾请讲。我的右边是什么地方？你的右侧是深宇传媒短视频直播产业基地，距离你344米。它可以直接识别，然后甚至呢是前方的车辆也可以直接询问。小爱同学，我前面是什么车？好的，稍等片刻。你正前方正中间是深蓝 S05，属于深蓝汽车，受。哇，这个可以啊，这个。对。然后甚至是跟我们的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看到一些好看的景点的时候，如果想拍一张合照我们甚至可以站在车前，让苏七帮我们拍一张照片。比如说小爱同学，来了，帮我拍一张正前方的照片。好的。看到没有？然后这个功能，然后我们只要把手机连上去之后，它就可以直接照片直接流转到我们的手机上了。那它这个可以录像吗？可以录，我们全是有摄像头的嘛。可以录像是吧？对，它就跟运动相机一样的，我们随拍随摄。然后我们正常的车机系统，我们现在国家法律规定，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是不能看视频然后看东西的嘛，对不对？用手机直接连上去，它是可以的。这段能播吗？可以这样，但是我不建议开车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主。对，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其实在刹车的时候，它这个整体的像刹车行程80%其实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但是到20%的时候，会有一个很紧的一个刹车。现在我们切换到了运动模式哎呦哇，这个提速就是很轻松我们现在来体验一下自动驾驶好吗？好嘞。然后我们现在油门和刹车就不用去踩了，然后对方向盘它会自己去变道，然后不用跟它抢方向盘，抢方向盘的话它会自己退出的需要去自己人为接管的。但是手是需要放在上面对吧？对，它这个座椅其实还会给我一个侧向的一个支撑有感觉到是吗？对，主动的。我们准备用自动泊车停到这辆车中间了。泊车前请先踩住刹车。好，松开刹车之后，它就会自动开始着陆了。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流畅度20多秒到30秒。这速度还挺快的，很干脆也不拖泥带水的。对，这比我停的好。而且这个距离有点比较 OK。对，两边的距离等会可以下次看一下，绝对是一模一样的。我看看这个距离怎么样？挺极限的。哎呀，这个经常开油车，然后第一次这个接触了电车的支架。没有你不是说你之前开过什么理想什么？对，但是我没有用过支架，你知道吧？只能说是一个很重的打击。当时我以为它是直行或者变道的时候，它是这个支架来接管，但是没想到什么红灯然后包括泊车这种东西，是真实体验到之后，好爽好方便突然不想买油车了怎么办你不是早就不想买了吗？哎呀，不是之前还对油车有点期待的，你知道，现在想想我靠，这个支架还是很舒服的。你怎么说我觉得支架坐着也挺丝滑的，我觉得比它开的可能还会稍微好一点。真的吧？因为像我个人刹车的话，这个你要不站上来，这样显得你很矮。真是这个刹车这个脚的力度呢，可能轻可能重，但是这个支架就是非常的柔顺，非常的丝滑。因为在我自己介入的时候呢，它这个脚踩的话我已经很轻了，但是还是能够感觉到车是那种往前很重的刹了一下。你是不是因为开油车开惯了？也电门是不是踩的就？其实我觉得对油车来说，就是这个刹车力度是蛮轻的了已经。然后包括侧向的话，这个座椅会有给我一个包裹嘛，无论是转向也好，变道也好，很舒服我刚刚其实坐在上面也感觉到了，有一双大手在拖着你，你知道吧？你说这种话就说这种话，不要动手动脚OK。你怎么说因为我前面教授身高没有很高嘛，所以后排中间我留的还是可以。整体舒适性的话还好，但是多了2个坡的话，也能明显感觉到那个震动。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驾驶模式因为我记得刚开始我们开的是这个舒适模式，到后半段路程呢是一个运动模式了我明显感觉到这个路上的这个反馈是要多一些的。那肯定嘛，运动肯定就是要反馈强一点嘛。你怎么说帮摁哎还好，运动模式会硬一点，就是路感比较丰富。就喜欢硬的是吧？对，喜欢硬的。我一直都比较喜欢硬的。行，晚上来我家给你看点更硬的。现在轮到我坐在这个位置了怎么样？我感觉一上来坐的好像就比苏七舒服一点。比苏七这个是 Max 心理作用吧它这个座椅不一样，这个座椅是选配的。这个上面是麂皮的嘞。如果说你想要体验一下这个动力的话，可以带您体验一下这个感受一下，好吧？那我们就飞一下吧。好，就起飞一下好。我们现在调到运动加模式，可以看得到这个悬架OK。的降低。好，我们就坐稳
好，加速了。哎呦，哦呦，我操！真的有点刺激。为什么那个人没有上车啊？那个人吗？哇，等一下，你让他最中间人都飞出去的，他应该要飞出去的，我也觉得。好爽的呢。哇，这真的有那种起飞的感觉。真的吓了我一跳。我刚刚我也吓了一跳，就起来了。我都滴了几滴出来了，滴了几滴汗，滴了几滴汗。你们等一下不要试刚刚那个东西好不好？我要试。你别试呀！我要试。你别试呀！你怎么说？准备起飞？准备起飞，击掌已就位。我没地方了，你怎么说？一滴都没了。你还得往后坐了啊！我只能往最后。185，这个人178吧，差不多就这种情况。要干嘛了？你要运动了？哎，你告诉我呀！你告诉我呀！我没踩呢，我只是调到运动家了。哦，我现在也感觉到它那个底盘对，就是那个路感会比较清楚了。哦，我觉得你刚刚这一脚好像没有他刚那一脚爽哎。被预告了，肯定就有期待了。OK 了，你上了啊？我上了。你手机丢后面不要了。开车还看什么手机啊？感觉你没什么地方坐了呀。哦，让我离你近一点。你太恶心了，太可惜了，你没有到这个 Max 上。没有让你飙出来几滴。我跟你说，你刚刚跟我们一起，你绝对会漏几滴出来。我跟你说，刚刚谁踩的？太极踩的。他也踩的，但他踩的没有那个就是销售比较那么狠。我靠，怎么说啊？我跟你讲，非常爽！你到时候开视频你就知道了，好爽！哇，你要是坐在我们那个中间，你绝对会飞出去。我跟你说，直接让你飞起来。我跟你讲，那真的是有一种弹射起步的感觉啊！一下就飞起来了，然后一下就停住了。就是我们两个就是被一个很大的力量就是按在座椅上嘛。你知道飞机要起飞的那个时候吧，就那个感觉，比那个我觉得还要爽一点。跟过山车差不多了，可能那个。啊，我也觉得。我感觉底盘非常好啊 ，Max 比标准版好多了。就你想要软一点，它也可以调软一点。然后你想要硬起来也可以非常的硬，你看到那个跟我一样啊？我怎么知道？标准版就是35岁吧。35岁？你在内涵谁？Max 就是18岁男大吧。Max 的乘坐体验确实比标准版好很多。我是感觉你们从舒适切到那个运动的时候，确实很明显，对，区别非常的明显。我感觉它这个 Max 的那个后排，它那个撑腿的地方感觉是要更多一点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新版的速七 Max 的刹车啊，比上一代要好的特别多，刹车脚感比上一代细腻很多，然后几乎没有虚位，而且支架也好很多了，对，比它开的好多了。哦，对对对，我觉得按支架来说，标准版和 Max 是没什么区别的。这个 Max 我刚没有试过，据他们说这个马力很大，我要爽飞一脚，好吧？你飞一下吧，好吧？飞起来，你飞起来。那我们就再进来看一下颜色了。这个就是上一代我很喜欢那个紫色，这一代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粉色。我觉得这个粉色还可以吧，挺优雅的，而且这个轮毂也挺好看的。这些颜色就是之前都有的颜色啦。这个是灰色，其实上一代那个绿色我也挺喜欢的，但是好像这一代没有了，还是说可以选呢？这边就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璀璨洋红吧，应该，我感觉这个颜色也还可以了。那小米的颜色调的都挺好的。哎，你调下电动尾翼看 ，OK， 尾翼这就是最大状态了。在那个人试的时候，我们就进来按下摩算了。它这个按摩感觉还挺明显的，就跟那种电影院的按摩椅差不多吧。干什么？有工作人员过来是吗？啊，工作人员，你也想要按摩吗？一半饮料。也不知道是什么音质，我觉得还可以啊。它起飞完已经降落了，我们去看看它吧。那你帮我把零重力搞回来吧。起来！它这个开车门是这个位置啊，这里有一个按钮，但是它底下的这个物理的这个按钮还是做的比较的明显的了，比较显眼。对 ，Holy fucking shit！我只能说，天天搁这放羊屁呢。
我这个大脑啊贴着我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后脑勺，感觉在就是挤扁了一下。，对，感觉就是有一瞬间人放空这种脑容量变小了是吧？上天堂了的感觉，你知道吧？哦你现在是鬼好他妈爽啊！你是不是有一种大脑皮层？我刚才跟他说，我说我感觉比之前开的极客001还要再爽。大脑褶皱被收了多少钱吧？你说吧。没收多少钱，没收，没收多少没收多少钱？是收了多少钱？但是收了多少哎钱？呀，假的，没有收钱，没收钱啊，没收钱啊。 OK， 家人们啊，点赞200万我就买一台。你想得美呢，想得美呢这。就是我们新一代小米速7标准版和 Max 版的简单试驾呀。比上一代的这个智驾和操控体验是有一定提升的呀。你开过上一代吗？简单试驾过一次。你觉得嘞？那爽死了好吗？你刚起飞了已经啊！我真的感觉我的那个脑仁在那个脑壳里面飞转啊，真的，一瞬间真的放空了，就是飞起哦。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种试驾类型的 vlog，请多一键3连。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这种 vlog 了，也不是说什么带大家什么深度体验什么的巴拉巴拉的啊。再声明啊，是这个人非常想试驾，所以我们刚一起来了。对是你们俩开爽了，好吧？这个人从周末开始，最后我只开了不到2公里，而且还有自驾1公那是里。抢不过我们的，已经早把那个什么啊，我就约上了啊，我要开始试驾了。那行吧，我们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OK，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视频，请给我们一键3连，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关注离线。玩家，我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溜溜溜。